大家好，欢迎来到独处咖啡屋，我是一彩，和你一起了解生活，享受美好的独处时光。今天这期咖啡屋要讲的内容是发现一个残忍真相，中年女人不管有钱还是没钱，都要拥有这些东西。希望你喜欢，订阅支持。在生活中，许多女人常常感到情绪内耗，被无尽的忧虑和幻想所困扰，导致无法专注于当下，无法高效地掌控自己的生活。然而，真正强大的女人拒绝内耗，不轻易放纵欲望，不与他人攀比，而是专注于自我成长和实现个人目标。每一个女人都拥有让自己变得坚强自信、无所畏惧的潜能。关键在于我们是否愿意学习和自我成就，让内心变得强大，勇敢地穿越生命的荆棘，迎接每一个挑战。今天咖啡屋将和你分享，我们女人不管富有还贫穷，都要拥有的东西。张小娴曾说，我永远不够好，我也不完美，有时坚强，有时脆弱，有时哭，有时笑，但我一直走在更好的路上。我们女人终其一生都在追求更完美的自己，但是实际上，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优点和缺点，长处和短板，有些甚至是与生俱来的，所以没有人是完美的。少年的时候，我们追求学业上的名列前茅，志存高远；完成学业以后，我们追求事业上的驽马十驾，步步为营。同时，我们也追求爱情，渴望觅得良人，琴瑟和鸣。中年以后，我们成为了家庭的顶梁柱，上要孝顺父母，寸草春，晖尽孝膝前；下要照顾子女，嘘寒问暖，牵肠挂肚。从天真烂漫的少女到成熟知性的中年，我们谁不是跌跌撞撞，尝尽了生活的苦，也感受过苦尽甘来的甜。也正是经历过阅历和磨练，我们的内心才会变和，愈发丰盈和充裕。就像《小王子》中所形容那样，你为你的玫瑰付出的时间，使得你的玫瑰如此重要。不论我们富有还是贫瘠，不论我们是夺目还是平庸，若想一辈子平安喜乐，女人必须拥有这4样东西。一、扬在脸上的自信。杨绛先生说，爱人前先爱己，谋爱前先谋生。我们都是成年人，唯有独立自信，才能让灵魂挺拔。自信的女人是发自内心的认可自己，喜欢自己，既不狂妄自大，也不会妄自菲薄。自信是我们女性独立人格的重要标志，唯有自信而独立，才能灵魂自由。自信的女人内心藏着阳光，无论怎样的境遇，都不会抱怨，都会微笑面对生活。自信使她们有能力从不平等的环境中抽身而也，不必依赖任何人。这一切都能给予我们追求真正幸福的可能，给予她们最朴素而踏实的安全感。扬在脸上的自信女性，耐得住寂寞，抗得起艰辛，才能守住繁华，做闪闪发光的自己。自信是不会失去的美丽，即使时光流逝，容颜变老，你的魅力依旧不减。二、长在心里的善良。善良如清澈温柔的泉水，润物细无声。长在心底的善良，是我们为人处事的根本。你对别人的好和善意，最后成全的都会是你自己。善良是一种高尚的品质，它体现了一个人内心的纯净和宽容。马克·吐温曾说，善良如太阳，普照大地。心怀善良是对他人的关爱、同情和帮助。他们拥有为人考虑的体谅，拥有帮扶弱小的慈悲，还拥有厚道待人的真诚。善良的人不仅懂得关心他人，更能理解别人的需求，愿意伸出援手。善良会让我们的内心充满柔软和光明，也为周围的人带来抚慰和温暖。在善待他人的同时，我们也在丰富自己的心灵，成就更美好的自己。心底善良的人能够设身处地为他人着想，尊重他人的权利和尊严。这份善良不仅温暖了别人，也滋养了自己的心灵。
让世界因为我们的存在而多一份美好。3. 融进血液的骨气。融入血液的骨气是你的骄傲和尊严，它如同一座坚不可摧的堡垒，守护着你的内心。无论面对怎样的困难和挑战，你都要坚守自己的原则，不屈服于外界的压力。不论顺境逆境，骨气让你独立而坚强，成为生活的主宰。骨气不会让人因生活压力而感到迷茫，不会让人因为诱惑感到摇摆不定，也不会因困难而觉得无助无力，更不会因打击变得轻易放弃。真正美丽的女人在骨不在皮，不论什么时候都有自己的立场和原则，都能活得有态度有高度。女人有骨气才更有底气。有骨气的女人即便到了中年，依旧有梦想，会想去干自己真正想做的事情，不依附不盲从不将就，既能守得住孤独，也能经得住挑战。因为他们知道，只有自己变得更强大，才能一直将生活牢牢掌控在自己手中。4. 刻在生命里的坚强。生命里的光芒有时候来自苦难，就像璀璨的珍珠，当沙子进入贝壳的时候，母贝会分泌出一种物质去包裹它，忍痛用自己的身体之液去包容它，营养它，不管狂风暴雨巨浪寒潮。日复一年，母贝慢慢老去，粗粝苍老的外壳里，珍珠却日渐光彩动人。刻在生命里的坚强，犹如每一粒的珍珠长成都需要沙子带来的苦难。经历过苦难的女人会愈发坚强，她们能够面对生活中的各种挑战和困难，不言放弃，会努力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。有时她们可能脆弱的一句话就泪流满面，有时也发现自己咬着牙走了很长的路。女人的魅力随着岁月而增长，真正的美丽来自于内心。女人如花，内在芬芳，外在却坚强。对于女人而言，我们到了中年以后，更多的是需要精神上的富足和灵魂里的愉悦。女人的一生都在成长，任何时候我们都在路上，不早也不晚。许多女人在生活和工作中常常感到缺乏自信，这种缺乏自信的感觉可能源于各种原因，比如过去的经历、社会压力、个人的内在评价等。无论原因是什么，提升自信是可以通过一些具体的方法来实现的。以下是3件坚持做的事情，它们可以显著地提升你的自信。第一件事，积极的自我肯定。积极的自我肯定是一种有效的心理练习，通过对自己进行正面的自我评价和肯定，可以改变内心的负面想法，增强自信心。你可以每天早晨对着镜子，真诚地对自己说一些鼓励的话，例如我很优秀，我值得被爱，我能应对一切挑战。这些话语虽然简单，但却有着强大的力量，可以逐渐改变你的思维模式，让你从内心深处相信自己。不仅如此，你还可以把这些积极的话语写在纸上，放在你经常看到的地方，比如书桌上、床头柜上。当你遇到困难或感到不安时，可以拿出来看看，提醒自己坚持下去。这个练习需要时间和耐心，但只要坚持下去，你会发现自己的自信心逐渐增强，面对生活中的各种挑战也会更加从容。第二件事，培养一项新技能。学习和掌握一项新技能是提升自信的另一种有效方法。无论是学习一门新语言，掌握一种乐器，还是尝试一种新的运动，这些都可以让你在过程中体验到成长和成就感。当你不断地挑战自己，克服困难，完成目标时，你会感到自己越来越有能力和自信。在选择新技能时，建议选择你感兴趣的领域，因为兴趣是最好的老师。当你对某件事充满热情时，你会更愿意投入时间和精力去学习和练习，从而更快地取得进步。此外，学习新技能的过程也可以帮助你拓展社交圈，结识新朋友，
这对提升自信也是有帮助的。第3件事，保持良好的身心状态。自信不仅来源于内在的心理建设，也离不开良好的身心状态。一个健康的身体和积极的心态，可以让你在面对各种挑战时更加有底气。因此，保持良好的生活习惯是提升自信的基础。首先，要保证充足的睡眠和合理的饮食。一个充足的睡眠可以让你在第2天精神焕发，面对工作和生活中的各种挑战时更加有力，而合理的饮食则可以提供身体所需的营养，让你保持健康和活力。其次，适当的运动也是必不可少的。运动不仅可以增强体质，还可以释放压力，提升心情。你可以选择一些自己喜欢的运动项目，比如跑步、瑜伽、游泳等，坚持锻炼，保持身心的健康和平衡。缺乏自信并不是无法改变的命运，只要你愿意付出努力，坚持积极的自我肯定，学习新技能，并保持良好的身心状态，你就可以逐渐变得自信起来。然而，女人不单单要自信，也要强大。自信是内心的光芒，照亮她们前行的道路；强大则是她们披荆斩棘的利剑。自信让她们在面对挑战时不畏惧，强大使她们在逆境中屹立不倒。卡耐基在《做个内心强大的女人》一书中写过，当一个女人拥有了强大的内心，她就会变得无所畏惧，充满正能量。也只有内心强大起来，女人在生活中才能做到处之泰然，宠辱不惊。你可以哭泣，但不要轻言放弃；你可以寂寞，但不要轻易放纵；你可以贫穷，但不能迷失方向；你可以平凡，但不能就此认命。人活一世，总有辛酸难过，身不由己的时候，养成这9个习惯，内心就会相当强大。1. 不抱怨。生活中有这样一种女人，遇见困难的第一反应，不是去思考如何应对，而是下意识地开始抱怨。殊不知，越是抱怨，越是不幸，因为抱怨是一个负能量传播的过程，不仅让自己深陷忧思无法自拔，更会给周围的人带来糟糕的情绪。遇事不抱怨，才是一个女人真正成熟的开始。不抱怨意味着你的理性打败了感性，你的能量战胜了情绪。人的一生，挫折和失败总是时常发生，与其花时间抱怨，不如与困难硬碰硬，绕过情绪，直面问题。从不抱怨开始，重塑你的磁场。要知道，当你开始拥有正面的磁场，会有更多正面的能量被你吸引，这样的你才能够向阳而生，愈发坚韧，更加美丽。2. 不认命。前段时间的热播剧《人世间》中，郑娟成为了剧中最被人喜爱的女性角色。有网友这样评价郑娟：她活成了我最喜欢的样子，不卑不亢，像一朵遗世独立的白莲花，明明家境贫苦，却从不向苦难低头；明明身世凄惨，却从不向命运认输。如果说苦难是郑娟生命的底色，那不认命就是郑娟身上最动容的力量。人生海海，浮浮沉沉，谁都有过不见阳光的日子，谁都遇过绕不过去的坎坷。一个女人只要不认命，就没人能够打败她。只要我们每一天都朝着心中目标去努力，去奋斗，去奔赴，总有一天你会有能力亲手改写自己的人生。3. 不盲从。尼尔·波兹曼在书中写道，娱乐致死的可怕之处不在于娱乐本身，而在于人们日渐失去对社会事物的严肃思考和理智判断的能力，在于被轻佻的文化环境培养成了既无知且无畏的理性文盲而不自知。如今的我们被琐碎的信息充斥着，轰炸着，被各种观点影响着，浸透着。面对过度的消费引导、娱乐消耗，我们要学会保持清醒的认知和独立的思考。要知道，不是所有的口红色号都适合自己，不是买了名牌包包人就会变得精致，
不是所有人都需要通过释放物欲获得快感，也不是任何人都能体会到一本好书带来的满足。独立思考，坚守原则，不依附他人的评价体系，不用世俗的观念捆绑人生，不盲从，我们才能活得独立而清醒；不跟风，我们会在未来遇见最好的自己。4. 不内耗。你是否也曾有过这种感觉？感觉忙了一天，但又好像什么都没干。遇到事情总是反复设想最坏的结果，每天想做的事情很多，但是真正做了的事情很少，这是典型的情绪内耗。内耗就是我们因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，导致在做事情的过程中过度消耗精力而产生的疲惫感。一个人只有不再内耗，才能更专注地做好眼前的事情，更高效地掌控全局，用积极的心态抵御不良情绪带来的负面影响，用乐观的精神看待每一个事物的多面性。世上最得不偿失的事，就是为尚未发生的事而忧虑，为幻想的结果而苦闷。拒绝内耗，停止多想，是一个女人能够拥有的最好的精神面貌。5. 不冲动。很多时候，我们都会因为1%的冲动而毁掉了99%的努力。蔡康永曾说过，人生最重要的不是快乐，而是平静。一个女人只有情绪可控，人生才可控。人的一生不能遇见糟心事儿就发脾气，遇见不喜欢的人就恶言相向，给别人留有余地，就是给自己留有尊严。情绪可控的人不会因一时冲动而做出荒诞的决定，情绪可控的人不会让情绪奴役自己，而是能够成为情绪的主人。不冲动是一种内在的修养，更是一种品行上的约束。一个女人的情绪稳定，不是为了讨好任何人，而是为了更好地善待自己，善待人生。6. 不拖延。很多时候，拖垮我们人生的不是别人，而是自己。工作太难，留给明天；学习好累，晚点再学；机会难得，下次争取。拖延让我们享受了眼下的愉悦，却失去了让人生进阶的可能。等着等着，年华逝去；拖着拖着，梦碎一地。法国导演雷米·贝占松曾说过这样一句话：你不能总是这么拖了，有一天你会有很多事情要做，你的余生都不够用。人生所有的好时光都是从你学会不拖延后才开始的。不拖延，你才能够合理的分配时间，才能分清诸事繁杂背后的轻重缓急。行动起来，用行动力抵御惰性，用执行力打败畏惧。唯有不断前进，我们的人生才能无限光明。7. 不放纵。无限追剧，嗜酒如命，大快朵颐，挥霍无度。一个人若是一味地沉迷于短暂的快感中，一味地放纵自己的欲望，他的人生就会逐渐失控。欲望本身并不是洪水猛兽，但是过度放纵就会让自己迷失。要知道，放纵是本能，自律才是修行。人只有学会自我约束，才有可能有所成就。当一个女人不需要他人的提醒，就知道奋发努力的时候，她的未来会有无限可能。少刷点综艺，多看看书；少玩会儿手机，多花点时间经营生活；少参加些无用的酒局，多做些有益健康的运动。不轻易放纵，就不会轻易迷失。学会自律，才能越活越高级。8. 不攀比。很喜欢网上的这段话：不管全世界怎么说，我都认为自己的感受才是正确的。无论别人怎么看，我绝不打乱自己的节奏。有多少人一辈子忙忙碌碌，活在与别人的比较中，却从不知道自己真正想要的是什么？又有多少人不停地陷入比较，不停地自我怀疑，变得自卑怯懦，畏手畏脚，错失了人生机遇。而真正厉害的女人从来不屑于攀比，她们会设置属于自己的目标，在属于自己的赛道上努力奔跑。
他们对自己的人生有着清晰的规划和认知，并按照自己心中的计划稳步前行。不懈攀比的女人，心境明朗，心态成熟，内心笃定。戒掉攀比的欲望，你就能守住专属自己的幸福，成就更好的人生。9. 不虚度。春夏秋冬四季轮回，时间不停奔腾向前。一个人若总是沉浸在享乐之中，而不去做些有意义的事，一不小心就会错过最好的时光。珍惜时间，才能为自己的人生掌舵。做有意义的事，才能让自己充满力量。一个女人只要不虚度时光，就不会被纷乱的思绪所淹没。一个女人只有珍惜当下，才能在每一次全力以赴中获得弥足珍贵的收获与成长。曾经在书上看过这样一段话，把时间放在值得的人和事上，而不是得过且过，这样才能不虚度光阴，生命才更有意义。珍惜时光是一个女人最顶级的智慧，人生充盈才是一个女人最值得的幸福。要知道，没有人没事能够打倒一个内心坚韧的女人。我们要修炼自己的内心，珍惜命运所赋予的礼物，从容地穿越棘手的路径，勇敢地持续前行。其实每位女性都内藏着变得坚强自信、无所畏惧的潜能，只是我们需要一段学习与自我实现的历程。就从此刻开始，我们来修养身心，不断学习，让内心变得坚韧，让自己变得坚定勇敢。好了，这期咖啡屋到此就分享完了。如果内容对你有所帮助，或者看后有所醒悟，麻烦你订阅和分享给身边的朋友。欢迎留言和投稿，在咖啡屋与我们一起学习别人的最好，遇见更好的自己。我们下期节目见。